嗨，大家好，叔叔阿姨、大哥哥、大姐姐好。欢迎回来彼得的频道。今天彼得要煮个纯素辣椒酱，如素的朋友请记得与自己的朋友分享。这是百搭辣椒酱。对，首先将80克辣椒干剪成小段。怎样选购呢？首先看湿度，必须选干燥的，不买回潮发软的。不新鲜。接着闻味道，新鲜的辣椒干味道辛辣刺鼻。怎样区分辣不辣呢？像这种表皮光滑的比较不辣，像这样表皮皱皱就会比较辣。了解，这样解释大家还明白吗？任何不明白，敬请再留言。剪细后的辣椒干清洗多遍，洗至水清为止。舅舅洗了3、4遍了。是的。将洗净的辣椒干沥干水分，倒入盛满水的锅子内，大火煮10分钟。这是什么作用呢？开水煮过可以去除可能添加了的色素，而且辣椒干的香味更能释放出来。将煮过的辣椒干沥干水分备用。30克实粒，清水浸泡。这泡多久？约20分钟左右就能泡软。为了让成品更加鲜红好看，舅舅另添加了100克红辣椒。这不需要去籽吗？这是关于辣度问题，纯粹个人喜欢。取出50克腰豆，清洗干净后，厨房纸巾抹干。加腰豆，这好特别。如果买不到腰豆，这也可以用花生米替代。锅内倒入300毫升食用油，这也是一整个食谱的用油量。将腰豆冷油下锅，中低火，油炸至稍微金黄色。为什么要冷油下锅呢？冷油开始油炸，这样腰豆就能避免外焦、内部不酥脆的问题。原来如此，过年炸腰豆时，我要记得提醒奶奶。好的，油炸豆类一般都是这样处理：先将腰豆沥干油分捞起，原货倒入30克切小块生姜，25克黄姜，3只香茅取嫩茎部，切细后一起加入，接着开中火油泡。再泡油约5分钟后，将红辣椒与沥干水分的辣椒干陆续加入，整个泡油过程约15分钟。舅舅，这步骤的用意是什么呢？这是将食材内水分逼干，食材更能释放香味。这样做大大缩短搅拌后拌炒时长，一举两得。是一举数得，一会再告诉你。所以想学着做的朋友还请按着步骤看完。跳着干容易翻车啦。这也是。约15分钟后，先熄火，让它稍微降温。降点温比较安全。对，如果搅拌器可耐高温，可直接搅拌，要小心避免烫伤。是的，谢谢嘟嘟温馨提醒。这时候将油炸后腰豆加入，还有浸泡后的实力。对，这很容易被忽略了。大家千万别忘记。将搅拌成糊状的食材倒回原货中，接着中低火不停炒拌。这要多久才能完成？从现在开始至完成约20至25分钟。哎呦喂，这省了一半时间。怎么说呢？奶奶每次都要炒上1小时。是的，这是因为舅舅事先将所有食材泡过油，而且烹调过程中滴水不沾，这样就减短了油的分泌所需时长。怎样判断完成了呢？好问题，煮辣椒酱一定要煮至断生，断生后的辣椒酱慢慢分泌出油分，而且颜色变深。那嘟嘟你看，不过10几分钟，油分就开始分泌了。对，颜色也开始变深了。
每次翻拌时，都尽量从底部翻拌起，这样就能避免糊底。底部焦了就前功尽弃了。炒至辣椒酱完全断生后，转低火，开始调味。将2片斑斓叶撕开，再打成结。这会添加香味是吗？对，刚开始有人对这做法不理解，一旦试过，都表示很能接受。因为一般上只用在甜品上。是的，可是这斑斓香味真的叫人无法抗拒。60克椰糖，击碎后加入。30克褐糖，可以用普通白糖替代。8克食盐，重口味者还请自行调整。然后是柠檬1个，取汁后加入。这也可以用罗望子膏替代，但舅舅考虑这是素口味，尽可能清香一些。接着将调味料炒匀。哇，颜色越来越好看了，红艳艳的。这是油完成分泌的结果。起锅前加入3大匙花菇摘蚝油，将蚝油拌匀后熄火，纯素辣椒酱就完成了。这纯素辣椒酱没葱没蒜，若有食用葱蒜的朋友，请自行添加。此食谱烹调过程完全不沾水，而且食材预先油泡，不但大大缩短了烹调时长。嘟嘟，你还看到什么吗？很香是吗？还有呢？对了，它完全不见油。对了，嘟嘟好棒！辣椒酱这个煮法不会见油，煮后省去了清理厨房的苦恼。Amazing， 也太神奇了啦！辣椒酱罐装保存时，表面覆盖一层辣椒油，这样就能延长使用期。食用时用干燥的勺子从底部勺起，这样就不会摄取过多油量。舅舅，今天这食谱满意吗？很满意，口味清香，很美味。不富的哥哥姐姐、夫妇阿姨，请分享出去哦，谢谢您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